奶奶临终前给我留下一枚生锈的铜钱，她说：“千万别让铜钱碰到水。”给奶奶守灵那晚，铜钱突然在供桌上转动，香灰里浮现出我的生辰八字，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：“快跑！你爸妈想要你死。”奶奶是村里有名的神婆，却暴毙家中。我爸给我打电话说，奶奶过世的时候，我正等着进考研考场。他说：“不管什么事儿都没有你奶奶的丧事重要。”我不想放弃考试，于是我恳求我爸：“我现在回去也帮不上什么忙，考完试再回去也不耽误奶奶下葬。”可我爸却说：“考试推到明年再考，现在抓紧时间回来，车票我已经给你订好了，立刻马上回来。”我问我爸：“为什么这么急？”可我爸却说：“别问那么多，回来再说。”我还想再争取一下，毕竟备考了3年，不能因为缺席最后一场考试而前功尽弃。爸，考试只剩下最后一场了，明天早上我坐最早的车回去，还不行吗？我爸立刻火冒三丈：“你小子不考试能死啊！你不回来，全家都得死！告诉你，今晚12点以前回不来，以后永远别回来，就当老子没你这儿子了。”我被我爸骂得莫名其妙，没办法，只好放弃最后一场考试。当晚，我爸骑着电3轮到县城的车站接了我。那晚出奇的黑，没有一丝星光，更看不到月亮，一路上只有3轮车发出的橘黄色光芒。到了村口，是一座上百年的石桥，远远就能看见石桥两边点满了蜡烛，2排火苗在黑夜里晃动。我心中泛起一阵嘀咕，干嘛搞这么大阵仗？村里死过那么多人，从来没见谁家这样破费。当我爸的3轮飞驰过石桥，我才发现原来不止桥上点了蜡烛，进村的石板街两边全是晃动的火苗，而且家家户户的门梁上都贴了奇怪的黄色符咒。我远远地望见村外的桥头出现一只银白色的动物，看不清那是什么，但它的眼睛泛着金色的光。我陷入一阵恐惧，不由得拍了一下我爸的后背，他像被针刺了一样，猛地一颤，大叫一声：“你要死啊！大晚上从身后拍老子！”我刚要告诉他有一只奇怪的东西在村口盯着我们，却看见那只银白色的家伙嗖地一下消失在夜色里。我突然感觉村子里莫名的寂静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。忽然我反应过来，村里没有狗叫声，一般情况下在农村经过别人家门口就容易引起院内的狗叫，可是今晚我们路过的每家每户都出奇的安静。我问我爸：“村里怎么没有狗叫啊？”我爸轻咳了一声：“都死光了，别问那么多了，以后再给你解释。”又是以后再说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把事情搞得神神秘秘的。到家的时候，院子里挤满了人，我妈见我进了门，立马给我披麻戴孝：“硕硕回来了，快，赶紧披戴好。”说话间，她把一枚生锈的铜钱塞进我手里：“这是你奶留给你的，把它带在身上，千万别让它碰水。”我将铜钱塞进上衣的内置口袋，然后看了一下时间，已经是晚上10点多了。院子里还有很多人在喝酒聊天，他们脸上并没有参加丧事应有的悲悯，反倒言谈轻松愉悦。每个人看我的眼神中都透露着一种怪异。我爸推着我进了堂屋，奶奶已经装进了棺材，并且用钢钉封了棺。我很不理解，为什么封棺这么早？不是下葬头一天夜里入殓的时候才钉吗？还没等我问出口，我爸就一把将我按倒在奶奶的棺材前：“赶紧磕头上香。”我赶紧跪下磕头上香，接着我爸叮嘱我：“今晚你就守着你奶，千万不要让任何东西进屋，尤其是白狐。”我忽然想起在村口盯着我看的白色东西，难道那是一只白狐？可是为什么要防着白狐呢？小时候我奶常说白狐有灵性，要对白狐心存敬畏。我奶的死和白狐有什么关系？对了，我奶是怎么死的？上个月奶奶80大寿的时候还硬朗得很，怎么突然就暴毙了呢？我刚想问我爸，可他却扯过一把小板凳让我坐在上面。坐了一天车，没顾上吃饭吧？你在这里守着，我去给你整一碗面条。我说：“我自己去上。”可我爸脸色大怒：“给你说了，让你守在这里，别乱跑，你怎么记不住？”他使劲瞪了我一眼，转身走了出去。我忽然发现屋子里只有我一个人在守灵，我哥呢？从我回来就一直没看见我哥。虽然我俩是双胞胎，可他再怎么也是长孙，这守灵的事怎么能缺了长孙？奶奶的死不会和我哥有关系吧？我哥学习成绩不好，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。他平时在村里游手好闲，总喜欢钓个鱼套个兔，村里的姑娘都快被他霍霍遍了。可不管他有多么贪玩，如今也不能不给奶奶守灵啊。奶奶平时最疼我哥了，而且我爸妈都很偏心，喜欢我哥多于喜欢我。就在我好奇为什么见不到我哥的时候，我妈到了屋门口，我立马拉住她：“妈，我哥呢？怎么没看见他？”我妈被我问的一时间慌了神，她支支吾吾地告诉我：“你哥他不方便守灵，你别问那么多。”我刚要问为什么我哥不方便守灵，可我妈却用力扯开我的手，转身离开。真是莫名其妙，守灵有什么方便不方便的？该不会是他又闯什么祸了吧？从小到大就我哥闯祸最多，可爸妈反而更偏心哥哥。在我满心疑惑的时候，我爸端了一碗面过来，他站在门口不肯进屋，隔着门框把面递给我。
趁热吃，吃饱了有力气守夜。说罢，便急匆匆离开了。真是莫名其妙，每个人都奇奇怪怪的。我坐在板凳上，一边吃面一边思索，抬头看见奶奶慈祥的遗照，不禁伤心落泪。1个月前她还好好的，怎么说没就没了？奶奶是10里8乡有名的神婆，谁家里红白喜事、看日子、选坟地、点煞写符之类的，都找我奶奶。就在我回忆的时候，我爸突然出现在门口，他还是没进屋子。你这几天就守在屋子里，哪里都别去。铜钱看好了，千万别沾上水。我问我爸，上厕所咋办？他告诉我在屋里解决。还没等我问他在屋里怎么解决，我妈拎着一只木头做的新马桶到了门口，她站在门外，伸手将马桶递给我。将就着用这个解决吧，拉了尿了喊我妈给你倒。我被他们搞得一头雾水。茅房明明就在房后，我去茅房一趟用不了几分钟，可他们却给我整个马桶。问他们到底为什么，他们却一句也不肯告诉我，把我奶的丧事搞得这么神秘，就好像有什么很恐怖的事情要降临似的。这越发让我怀疑奶奶的死因蹊跷。一直到了深夜，院子里的人散了，可我爸我妈也不知去了哪里。我实在不习惯，在奶奶的棺木前用那个木质马桶，便悄悄溜去了屋后的茅房。解决完，赶紧心虚的跑回堂屋，可刚进屋子就被吓了一跳。一只银白色的东西卧在奶奶的棺木上，银白发亮的胡毛，黄灿灿的眼珠盯着我，像认识我似的。我被吓得一个机灵，赶紧上前赶他走。要是被我爸妈看见，估计得骂死我。他们一再叮嘱我，要防着白狐进屋，可我却放任白狐爬上了奶奶的棺木。就在这时，我妈带着一位白须老者进了院子。哎呀，大事不好，要死啊！怎么能让他进屋啊？我妈面色惊慌地冲进屋里，拿起一把扫帚就要赶走白狐。那白狐反应灵敏迅速，身影一晃，跳上房梁，再一蹦，窜出窗口，消失在叶子。我还没来得及张嘴说一句话，就被匆忙赶来的我爸一脚踹倒在地。给你说了别乱跑，怎么就记不住？你想死别拉上全家！我被骂得一头雾水，没有人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，却一个个神神秘秘的。我爸踹了我一脚，还不够解气，他继续骂我干啥啥不行，守个夜都守不好，念书念成傻子了。我莫名其妙的挨了打，还要被骂成傻子，心里实在憋不下去。不就上个厕所吗？你们一个个神神叨叨的，凭什么让我一个人守着？我哥呢？要是他在这里和我轮换一下，那白狐怎么能进来？见我还敢犟嘴，我爸骂得更凶了。可不管他怎么生气，就是不肯告诉我一点真相。我被气得脑子里一片空白，索性坐在板凳上，一句话也不说。从小到大见过的丧事那么多，我就没见过今天这样的。别人家办丧事都是孝子孝孙一起守夜，怎么到了我奶的丧事，就只有我一个人？我爸见我不服气，便更火了。他一把抢过我妈手里的扫帚，就要打我。我妈见状，赶紧拦住我爸：“别打了，打坏了身子，没法守灵了。”跟着我妈一起进来的白须老头轻咳2声，他说：“眼下这白狐已经寻上门了，除了加强防备，别无他法。”我不明白他们在说什么，却也懒得再问，反正问了也没人告诉我。接着，白须老头叮嘱我：“小伙子可千万要守好了，万万不可再让那东西进来。”我爸见我不回话，立刻开口大骂：“跟你说话呢，没听见啊？耳朵长脚底板上了！”白须老头打断我爸的话：“不要和年轻人计较，他们又不懂这些事情，老大的命还指着老二才能保得住啊。”我爸抿着嘴，好半天才对我说：“行了，是爸脾气太急了，你别往心里去，你在这里好好守夜，不要再离开这屋子。”我实在忍不住心中的疑惑，便问道：“我哥到底咋了？咱家到底发生了啥事儿？我奶咋死的？”白须老头瞥了我爸一眼，冷声问道：“二娃子啥都不知道吗？”我爸唉声叹了口气：“唉，这种事情我咋好意思跟他说？让他守好夜，等棺材下了土就完事儿了。”老头抬手扶了扶胡须：“告诉二娃子也无妨，免得他疑心太重出了岔子。”我爸无奈，只好给我说了实情。果然又是我哥惹的祸，他从山上捡了个漂亮女人，当晚他就迫不及待地把女人拉进了自己房里。我奶说：“也不管干不干净就随便弄，真不知死活。”可我妈却说：“现在的年轻人玩的花，随他玩去吧。”第二天女人不见了，哥哥却瘫软在屋里。我奶进屋里查看了一遍，脸色变得惊恐：“这是被精怪吸了阳气啊！”奶奶在屋里嗅了嗅，脸色变得更难看了：“是他回来了。”听了奶奶的话，我妈脸色变得煞白，她畏缩在我哥旁边：“他奶，你不会是说那老狐狸吧？”我奶阴沉着脸点了点头：“就是他。”看来是白狐索命来了，是我们家欠白狐的2条命。20年前，我和我哥出生的时候气息微弱，当时我奶说：“这是哪个不要脸的老家伙？阳寿将近，背地里给咱们家娃娃使了借命咒。”
当时我哥气息最微弱，我还算有点精气神。我奶为了救我哥，只好设坛做法，从我身上借了点阳气给我哥。在维持住我和我哥的气息后，我奶便上了山上的狐仙洞，洞里常年住着一窝白毛狐狸。当时白狐刚刚产下一对小狐崽，我奶给狐崽跪拜后，便手起刀落，宰了2只狐狸幼崽。接着，我奶拿着2只狐狸幼崽回到家里，开坛做法，让2只小白狐替我和我哥去死，从而保住我们的命。这个法子有损阴德，可是为了救孙子，我奶不得不这样做。况且是有缺德的人先对我们借了阳寿，我奶也是被逼无奈才做了缺阴德的事。当天夜里，我和我哥的面色就变得红润起来。奶奶告诫家里人不许再提起这件事，可谁知道20年后，白狐成精后，竟然为这件事上门索命来了。奶奶看到我哥被狐妖吸了精气，便立马寻思对策。第2天，奶奶便找到了刘七公，也就是我见到的白胡子老爷爷，他是外县有名的老道，据听说和我奶奶师出同门。如今刘七公100岁有余，却面色红润，一副仙风道骨的神仙模样。他们翻看了大量古书，终于找到了解决办法。既然白狐幼崽是奶奶杀的，那就由奶奶偿命。只要奶奶偿了命，白狐就不能再对我家做出格的事。可是奶奶借了白狐的命，救了2个孙子，这件事算是窥探天机，逆天改命。他死后是要下18层地狱受酷刑的，奶奶不愿意受那份苦，宁可不入轮回，消失在天地间。于是他用桃木钉封了自己的大穴，死后不入轮回，能做出这样的决定，刘七公佩服得五体投地。问题在于，我奶死后，白狐一定不会善罢甘休，他一定会想办法在我奶下葬前解开我奶的桃木钉，让我奶下地狱受酷刑。只要我奶在地狱认了自己逆天改命的事，我和我哥的命就要被收回去了。而且我爸和我妈有隐瞒包庇之罪，也难逃阳寿折损。我虽然明白了我奶的死因，可心中还是一团疑惑，为什么不见我哥呢？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守灵？就在我疑惑的时候，一个人闯进了院子，我定睛一看，居然是我哥。他像得了失心疯一样，跌跌撞撞的进了院子，接着便一头撞在堂屋的门柱上，鲜血顺着脑门流下，惨不忍睹。见状，我爸和我妈急忙上前扶起我哥，我妈大哭，她指着我破口大骂：真是造孽呀！都怪你没看住那只白狐，让他爬了你奶的关，害得你哥着了魔。我被我妈骂得好憋屈，这事怎么能怪我？我爸妈没再搭理我，他们抬起我哥不知去了哪里。站在一旁的刘七公瞥了我一眼，他说：你哥已经被吸了阳气，必须等你奶下了土才能换回来他的命。你俩一母双胎，你奶奶用那铜钱把你俩的命绑在了一起，现在全靠你的阳寿吊着你哥的命，你可千万要好好守灵啊，千万不要让那铜钱碰到水，不然你俩的命就化开了，你哥就彻底废了。我大概明白了刘七公的意思，可是那白狐为什么只吸了我哥的阳气？万一那白狐来吸我的阳气怎么办？刘七公大概看出了我的疑惑，他说：现在全村贴满镇妖符，那白狐进了村也使不出妖法，更化不出人形。总之，只要守好灵，按照时辰把你奶安葬下土，就万事大吉了。我问刘七公：哼，为什么只有我一个人守灵啊？七公长舒一口气：因为只有你是纯阳时刻出生，只有你能镇得住满堂阴气。我默默地点头，其实我心里明白，所有人都在骗我。我奶当初杀了2只白狐幼崽，可如今他怎么能一命换2命？所以我们家必须还得有一个人偿命。白狐选的人一定是我哥，所以白狐化作漂亮女人吸了我哥的精气，而我爸妈偏爱我哥，他们肯定会想办法救我哥。想想当初我出生的时候，我奶就是用我的命吊着我哥，然后才去向白狐借了命。如今我哥奄奄一息，他们会不会用我的命换我哥的命？刘七公走后，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独自守在灵堂里。半夜我感到十分困倦，却不敢睡觉，于是我从内置口袋里掏出奶奶留下的那枚铜钱，好像没什么特别之处，只是一枚普普通通的光绪通宝。我将铜钱放在供桌上，仔细端详。就在此时，一阵寒风吹过，铜钱竟然在供桌上旋转起来，供桌上的香灰随着铜钱的转动而四处飞散。渐渐的，铜钱竟然在香灰里写出了我的生辰八字。紧接着，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：快跑，你爸妈想要你死。我被吓得直打哆嗦。谁？是谁在说话？那个声音似乎离我很远，我四处张望，并未看到一个人影。耳边再次传来说话的声音：傻孩子，你就不该回来，你爸妈是要用你的命换回你哥的命啊。我问那个声音：你是谁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是刘奇公，我在用法术给你千里传音。孩子，你要跑啊，不然你就死定了。可是你现在肯定跑不掉，他们一定会把你看得很紧。你记住了，在你奶奶出殡那天，走到村外石桥的时候，你就抓紧机会跳河逃跑，那将是你逃生的最佳机会。跳下桥，顺着河流向下游200米，你就可以上岸，然后钻进山林。千万记住，带着那枚铜钱一起跳河，
铜钱遇水，你和你哥的命就解绑了，就算他们抓到你也没用。我还想问些什么，可那个声音突然消失了，四周安静的有些可怕。我看到院墙上蹲着一只白色的狐狸，还是那只银白色的狐狸，它又来了。可是它没有进灵堂，而是盯着我看了许久，然后跳下院墙，消失在夜色里。我拿起供桌上的铜钱，放进内置衣袋。虽然刘七公的话验证了我的猜测，可我还是想不明白，既然铜钱遇水就能把我和我哥的命解绑，那为什么非要到出殡那天跳河？难道这个还要讲究什么时辰？我想立刻拿铜钱泡水里试一下，可又担心自己的胡乱操作酿成大祸，还是忍耐2天，仔细观察一下情况吧。毕竟我心里还有一个疑问，这个刘七公和我非亲非故，他为什么要救我？接下来2天没什么可疑的事情发生。到了奶奶出殡的那天，请的抬棺人到了。出乎意外的事情是，我居然看到了我哥，他似乎恢复了精力，像个正常人一样出现在灵堂。我想问他话，可他却别着脸不看我一眼。紧接着，院子里噼噼啪啪的响起了鞭炮声。刘七公拎着一只7彩大公鸡塞到我怀里，抱紧这只公鸡，坐在棺材上。接着，我被2名抬棺壮汉扶着坐在了棺材上。我爸披麻戴孝的进到灵堂，抱起我奶的遗像，随着一声清脆的摔碗声，棺材被抬了起来。刘七公大喊一声发丧，院内再次响起一阵火炮声。我坐在棺材上，仔细观察身边的情况。很快，送葬队伍就到了村口的石桥。过了石桥就算出了村，我心跳加快，紧张的出了一身汗。我终于想明白，为什么刘七公要我在石桥这里逃跑了。这几天我哥一直在借我的阳寿，所以他才恢复成现在的样子。如果我提前让铜钱遇到水，那我哥的身体就会立刻垮掉，我爸和我妈肯定会发现异常，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重新将我和我哥的命绑在一起。如果我提前逃跑，肯定会被我爸妈发现并抓回来。但是到了石桥，只要我跳下河，顺着河快速游下去，不远处就是山林，进了山林就很难被追回来。而且在我逃跑途中，铜钱已经遇到河水，我和我哥的命也会随之解绑。还是刘七公老谋深算啊！我紧握双拳，抱紧怀里的公鸡，心跳加快的同时，我随时准备逃跑。就在我寻找最佳时机的时候，送葬队伍停了下来。原来要在桥上祭拜河神。2位远房表叔拿了2把木凳架在棺材下面，抬棺人齐声吆喝，然后将棺材停在长凳上。我爸和我哥带着一行人跪在棺材后面，刘七公在前面摆放蜡烛香炉。我感觉到那只口袋里的铜钱有了动静，好像在提醒我时机已到。我看了看在前面正在做祭拜的刘七公，他正巧也抬头看到我。刘七公给我使了个眼神，示意我快跑。我二话没说，将怀里的公鸡扔向我爸。紧接着，我趁着混乱跳下棺材，迅速跑向桥边。我翻过石栏杆，扑通一声跳进河里。这突如其来的变故使我爸他们措手不及。等我游了一段上了河岸，我才看到我爸带着人绕过石桥向我追来。他们一边追我一边破口大骂，我爸甚至还拿石头扔我，可那又怎样？我还是逃命要紧。很快我便逃进了山林。山林里不知什么时候起了浓雾，我在里面绕来绕去，竟然迷了方向，隐隐约约能听到我爸带着人在喊我的名字。那声音渐行渐远，逐渐消失在山林。走了将近1个小时，我感觉身体很累，便找了一块石头坐下来。隐隐约约我听到树梢晃动的声音，一只白狐从树梢上跳下来，落在我对面。那白狐落地的一瞬间，化作一位美丽的白衣女子，果然风姿妖娆，难怪我哥被她迷得神魂颠倒。孩子，别来无恙啊！白狐的声音柔媚中带着几分寒意。按照你们人类的规矩，出来混总是要还的。我不明白这只白狐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但我忽然意识到刘七公骗了我。白狐女人对着我露出邪魅的笑容。真没想到，你奶奶聪明一世，最后还是做了一件蠢事。我对白狐女人厉声喝道：不许羞辱我奶奶！白狐女人发出咯咯的笑声。没想到吧，那刘七公早就被我收买了，我可是给他寻了10颗野山参，才换来你这臭小子。要不是你和你哥借了我孩子的命，现在我的孩子也已经成老狐狸了。说实话，我可要谢谢你奶奶呢，要不是仇恨激励着我，恐怕我早已经死在这山林中。我如今能修成人形，能用一身仙术，可都要感谢心中那股子复仇的火种呢。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我爸妈并不是要用我的命来救我哥，是我误会了他们。可是现在后悔还有什么用？我恨透了那个刘七公，是他把我骗进了这片山林。此时此刻，恐怕我哥的命也危在旦夕。山林里的雾气像受人指使一样朝着我聚拢而来，我被呛得几乎喘不过气，随着身体逐步失去知觉，我直愣愣地躺在了地上。我眼睁睁地看着那只白狐爬上我的身体，它用嘴撕开我的上衣，叼出那枚铜钱。忽然，白狐朝着天空怒吼，我冷笑着却不说话。白狐怒视着我：你小子把铜钱给换了，快说，你奶给你留下的那枚铜钱在哪里？我得意地笑着：哼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我连我父母都不相信，你以为我会完全相信刘七公？白狐大怒：快告诉我真正的铜钱在哪里，不然我现在就咬断你脖子！我冷哼一声：你不能杀我，因为我和我哥的命绑在一起，我死了，我哥也会死。我奶已经为你的孩子偿了命，你再杀我们兄弟俩，那就是3条人命。
你杀我们家3条命，那你和你的孩子都将下18层地狱，受尽酷刑。你可以不在乎，可你总不忍心将自己的孩子拖入18层地狱吧？白狐的面孔变得狰狞起来。你小子怎么会懂这么多？你不是个书呆子吗？我得意地笑着。从小跟着我奶奶一起生活，多多少少总会学到些东西。白狐狰狞的面孔突然变得温和下来，这种温和反而使我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。哥，白狐发出邪魅的笑声。你以为这样我就拿你们没办法了吗？我感到一阵恐慌。你奶奶为了救你们可以以死偿命，那我为什么不能为了给自己的孩子报仇而以死偿命呢？你知道吗？不光你们人类有母爱哦，我们狐类的母爱也很伟大。我豁然明白了白狐的意思，他会咬死我以后选择自杀，这样算起来就是3条人命对3条狐命，众生平等。我绝望地闭上双眼，等待着死亡。忽然，砰一声巨响，巨大的烟花在天空炸开，火光照亮了山林，烟雾神奇地散去，我的身体也随之恢复了知觉。我爸和我妈带着刘七公等人冲了过来，只见我妈扑通跪倒在白狐面前：“大仙饶命，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我愿意替我孩子偿命。”我爸也跟着跪下来：“我也愿意替我孩子偿命。”可是白狐并不认账，他怒视着我爸和我妈：“我就是要你们尝尝失去孩子的滋味。这20年来，你们知道我过得有多么痛苦吗？你们知道思念孩子的痛吗？”我妈听了白狐的话，哭得歇斯底里，她磕头如捣蒜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：“求求大仙，饶了孩子，孩子们没有错。”我终于意识到，这么多年是我错怪了妈妈，她哪有什么偏心，2个儿子手心手背都是肉，这些年只是因为我哥身子弱，所以我妈对我哥的关心才会多一些。如果我妈偏心我哥，就不会在家里困难的时候选择让我哥放弃学业。我妈嘴上说是我哥身体弱，经不起学习的苦，可心里又怎能不希望2个孩子都可以好好读书呢？我走到妈妈跟前，用力将妈妈扶起来：“妈，冤有头债有主，我的命是借的，就让我来还。”就在此时，我哥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，他气喘吁吁地走到我跟前，一把抓住我的手：“弟弟，你说的对，咱俩欠的就该咱俩还。”说罢，我和我哥一起跪在白狐跟前。我闭上眼：“白狐大仙，我们兄弟2人来偿命了。”忽然，山林深处传来一阵笑声，随着笑声越来越近，一位老者的身影出现在山林。我定睛细看，竟然是我奶奶，她老人家拄着拐杖向我们走来。“白狐大仙，且慢动手，冤有头，债有主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当年的真相吗？”所有人的目光都注视着奶奶的身影，奶奶越走越近。“大家别害怕，老太婆我不是鬼，我还活着呢，我这条老命啊，必须给白狐大仙留着。”说着话，奶奶已经走到我们跟前，她指着刘七公怒骂：“你个老不要脸的，事到如今你还不说实话！”所有人都感觉一阵莫名其妙，刘七公也被骂得愣在原地。“师妹，你这叫什么话？这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奶奶苦笑2声：“你这个老不要脸的，我算过了，你的阳寿只有80年，可你如今都已经100岁有余了。说吧，20年前是谁在背地里使了借命咒？是谁借了我2个乖孙的阳寿？”听到这里，我终于明白了，原来真正的坏人竟然是刘七公。我乃继续揭露刘七公的罪恶：“你借了我乖孙的阳寿，怕我查出来是你干的坏事，怕我找你算账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还假装好人，劝我到狐仙洞找白狐幼崽借命。见我不答应，你就乔装打扮成我的样子，到狐仙洞攒了2只白狐幼崽。你拿着2只白狐告诉我，反正都已经杀了，赶紧设坛做法，所有后果由你来承担。我急着救2个乖孙，便没想那么多。当时我对你满怀感激之情，万万没想到你是要嫁祸给我。”刘七公听到这里慌了神，他狡辩道：“你这老太婆尽是胡说八道！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杀了白狐幼崽？明明就是你杀的！”奶奶不慌不忙地走到刘七公面前：“师哥，知道我当年为什么看不上你，为什么不肯嫁给你吗？因为师父早就告诉我，师哥为人自私自利，胆小怕死。”刘七公恼羞成怒：“
你这老太婆胡说八道什么呢？你爱嫁谁嫁谁，关我什么事？奶奶冷哼一声，转向白狐。白狐大仙，当年你拼了命的保护幼崽，在凶手持刀的左手手臂上狠狠咬了一口。那凶手是个左撇子，你咬在他手臂上的伤疤应该很深吧？毕竟你是拼了命咬的，那么深的伤疤，现在应该还能看到吧？白狐听到这里，狰狞的面孔转向刘七公。好你个刘七公，原来是你做的坏事，难怪你愿意帮我杀死钟老太的2个孙子呢！真没想到，你这计谋还真是一举多得啊！不仅隐瞒了自己的恶行，还帮自己解决了后顾之忧，还左右逢源，到处抓好人。刘七公被白狐的话吓得直打哆嗦，白狐龇牙咧嘴的一步一步向着刘七公靠近。忽然，白狐的身影像一道闪电一样冲向刘七公。随着刘七公的几声痛苦的惨叫，他被白狐撕成碎片，就连骨头也成了粉末，地上只留下一只残缺的手臂，那只手臂上有一处深深的咬痕，是一道很显眼的伤疤。白狐宣泄完自己的愤怒，朝着我们跪下做了个拜谢的动作，紧接着便像一道闪电一样飞快地跳进了悬崖下方奔腾的河水。我被白狐最后的行为彻底感动，他给孩子报了仇，便生无可恋地投河自尽了。奶奶看到我被白狐的行为感动得流下眼泪，便上前安慰我。傻孩子，你不会是以为他跳河自尽了吧？我好奇地问奶奶，难道不是吗？奶奶呵呵地笑着，傻孩子，狐狸水性可是很好的，他们只是非必要不下水而已。我在这山上寻了这白狐20年，现在终于知道它的藏身之处了。我好奇地问奶奶，你寻了白狐20年？奶奶笑着告诉我，这20年我一直想找白狐请罪，因为我一开始就不相信那个刘七公会无缘无故对你们好。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原来这一切都是奶奶设下的局。奶奶，事到如今，你总该告诉我真相了吧？奶奶咯咯笑着，奶奶累了，你背奶奶回家，奶奶路上慢慢讲给你听。我说一声好，便蹲在奶奶面前。原来20年前，奶奶就已经猜到了刘七公不安好心，可当时奶奶看到2只白狐，幼崽已经被杀，不设坛借命就白白浪费了。事后，奶奶便一直上山寻找白狐，她想和白狐把事情讲清楚，可白狐却消失了。奶奶找了20年也没找到，直到前几天，我哥从山上捡了个漂亮女人回家。我奶看到我哥被金妖吸了阳气，便猜到是白狐前来索命，于是我奶便找到刘七公商量对策。他们在一起查阅古籍资料的时候，我奶不经意间看到了刘七公手臂上的伤疤。凭借多年的经验，我奶一眼就认出了那是狐鸦所伤。我奶似乎明白了当年的真相，接着我奶悄悄给刘七公算了阳寿。刘七公明明只有80年阳寿，可他却100岁有余。这样一算，我奶似乎确定了自己的猜测。于是我奶和我爸妈商量着设下圈套，目的就是引诱刘七公上当后说出事情的真相。先是我奶装死，把后事委托给刘七公，没有我奶的牵制，刘七公就会彻底放松警惕。接着我爸妈骗刘七公，告诉他我和我哥的命被一枚铜钱绑在了一起。我爸还故意透露给刘七公破除铜钱绑命的方法，实际上绑定我和我哥的铜钱早就被奶奶藏了起来，我身上装的那枚铜钱就是个幌子。爸妈之所以让我一个人守灵，就是为了给刘七公留下骗我的机会。但是刘七公并不知道我奶一直在棺材里偷听着灵堂里的一切动静。我好奇地问我奶，奶奶，你下山都走不动，那你是怎么追上山的？奶奶咯咯笑起来，我可是有2个乖孙啊。我这才恍然大悟，原来是哥哥背着奶奶追上山林的。可我还是有些好奇，奶奶，你就不怕去晚了，我就没命了？奶奶笑得更开心了，怕，当然怕了，整个计划里面，这是我最不放心的地方。我感到一阵后怕。那你还放心让我跑进山林？奶奶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件事可要好好感谢你哥了，他向我保证过，拼了命也要背着我追上你呢。你哥还真是拼了命啊，可把他累坏了。我忽然又感到一阵好奇，我哥不是被狐妖吸了阳气吗？他哪来那么大力气？奶奶终于憋不住的大笑起来。你奶奶我别的本事没有，调理男人身体这块啊，还是有很多绝妙秘方的。区区一只狐妖就想把你哥身体掏空，你哥睡了1天1夜就完全恢复元气了。他撞门柱那件事也是演戏给那个不要脸的刘七公看的。我终于明白了事情的所有真相。奶奶在我背上开心地笑着，你在外面上学读书，奶奶不敢把你的身体调理得太厉害，
要不然你光在外面霍霍女学生了。等你谈了女朋友，奶奶给你好好的调理一下身体，保证让你女朋友对你死心塌地。就在这时，门被推开了，我哥端着一碗热汤走进来，看见我醒了，咧嘴一笑。哟，醒了？我还以为你得睡到明天呢。我看着他，脑子一团乱麻。你不是被吸了阳气吗？你不是瘫了吗？我哥把汤递给我，一屁股坐在床边。瘫个屁！演戏懂不懂？我跟你说，我这辈子的演技都用在这次了。要是考电影学院，我绝对是影帝。我接过汤，愣愣地看着他，又看向奶奶。奶奶叹了口气，行了，别逗他了。他坐到我身边，表情变得认真起来。硕硕，奶奶接下来跟你说的话，你仔细听好。我点了点头。刘七公不是好人。奶奶说，20年前对你们使借命咒的就是他。我手一抖，汤差点洒了。他借了你和你哥的阳寿，怕我查出来，就假装好人，劝我去狐仙洞找白狐借命。我不答应，他就乔装成我的样子，自己去杀了那2只白狐幼崽，然后回来告诉我说白狐已经杀了，不借命就白费了。奶奶说到这里，眼神里闪过一丝寒意。我当时急着救你们，没想那么多，后来我才发现不对，白狐是护崽的，怎么可能轻易让人杀了幼崽？我开始怀疑他，但一直找不到证据。哼，那这次是你哥出事，我一看就知道是白狐来索命了。奶奶说，我找刘七公商量对策，无意间看到他手臂上的伤疤，那是狐牙咬的，很深。我一下就明白了，当年杀幼崽的是他，白狐咬的是他。我脑海里闪过白狐狰狞的面孔。所以白狐一直恨错人了。对，奶奶扁头。但他不知道，刘七公利用这一点，想借白狐的手除掉咱们全家。他知道白狐要报仇，就假装好人帮咱们，实际上是想让白狐成功解开桃木钉，让我下地狱，让你们被收回阳寿。那铜钱呢？刘七公说铜钱绑着我和我哥的命，沾水就解绑。奶奶笑了。铜钱是假的，真正的铜钱早就被我藏起来了。我故意让你爸妈告诉刘七公，说铜钱绑着你们的命，让他以为破了铜钱就能害死你们。实际上，那枚铜钱什么用都没有。我愣住了，所以刘七公让我跳河，让我带着铜钱沾水，是在骗我。他让你跳河，是因为他知道白狐在山林里等着你。奶奶说，他想借白狐的手除掉你，只要你死了，你哥也活不成，你们俩的阳寿就彻底归他了。我后背一阵发凉。那白狐呢？我问。奶奶沉默了一下，看向门口。我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，门缝里一双金色的眼睛正盯着我。我吓得往后一缩，手里的汤差点又洒了。门被推开了，白狐走了进来。不对，是白狐化作的那个白衣女子走了进来。她站在门口看着我，表情复杂。别怕，奶奶按住我的手。她已经知道真相了。白衣女子缓缓走到我面前，站定。对不起，她说。我愣住了。我恨了20年，恨错了人。她的声音很轻，轻得像山里的雾。我以为是你奶奶杀了我的孩子，我以为只要让她偿命，我的孩子就能安息。她转过头看向奶奶。你为什么不来告诉我？奶奶叹了口气。我找了你20年，你躲得太深了。白衣女子沉默了，屋子里安静的只剩下窗外的风声。良久，她开口：刘七公死了。我心头一震，我亲手杀的他。她的声音没有波澜，像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。他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了。他承认是他杀了我的孩子，嫁祸给你奶奶。他借了你2个孙子的阳寿，怕你奶奶发现，就设了这个局。他想让你们全家都死，让所有知道真相的人都死。我看着他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他转向我和我哥，忽然双膝一弯，跪了下来。我和我哥都愣住了。我差点杀了你们。他低着头。我差点做了和那个畜生一样的事。奶奶上前扶他起来，你不欠谁的，你只是被骗了。白衣女子不起来，她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眶里有什么东西在闪。你跳河的时候，我在山林里等你。我看见你被河水冲下来，看见你拼命往岸上游。我当时想，只要你上了岸，
我就杀了你。他顿了顿，声音有些颤。可是你上岸以后没有跑，你站在河边，看着河面，喊了一声哥。我愣了一下，我喊了吗？我不记得了。那一刻，我想起我的孩子。他说，如果他们活着，也会像你们一样，有手足之情，会互相惦记。他低下头，肩膀轻轻颤抖。奶奶叹了口气，把他扶起来。行了，都过去了。白衣女子站起来，擦了擦眼角，看向我和我哥。我不会再找你们麻烦了。你们的阳寿刘七公已经还回来了，他死的时候借命咒就破了。我和我哥对视一眼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奶奶拍了拍手，好了好了，皆大欢喜，走走走，回家，奶奶给你们做好吃的。白衣女子却摇了摇头，我不去了，我要回山里。奶奶看着她，沉默了一会儿，点点头。也好，有事就来村里找我。白衣女子转身要走，忽然又停下来，回头看向我。你奶奶说的对，别信任何人。我愣了一下，她笑了，那笑容像山里的花，很好看。哈，除了你奶奶。说完，她化作一道白光，消失在门外。我愣愣地看着门口，好半天没回过神。我哥戳了戳我，看啥呢？人都走了。我回过神来，瞪了他一眼。你管我看啥？奶奶咯咯笑起来。行了行了，你俩别闹了，走回家。他拄着拐杖往外走，走到门口，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我。对了，硕硕，你那考研明年还能考不？我愣了一下，点点头。能吧。奶奶笑了。那就好，等你考完试，奶奶给你好好调理调理身体，保证你以后找女朋友。哼，奶奶。我赶紧打断他。别说了。我哥在旁边笑得直不起腰。我们仨走出小屋，沿着山路往村里走。阳光很好，照在身上暖洋洋的。我忽然想起什么，问奶奶：奶，刘七公死了，村里人问起来咋说？奶奶头也不回：老东西活够了，自己跳河了。我愣了一下，这能行吗？奶奶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里闪着狡黠的光。咋不行？他都100多岁了，死哪儿不是死？再说了，他干的那些缺德事，要是说出去，村里人得把他坟刨了。我想了想，好像也有道理。走到村口的时候，我看见桥上的蜡烛已经撤了，家家户户门上的符咒也没了。村里恢复了往日的模样，有狗叫，有鸡鸣，有炊烟袅袅。我妈站在桥头，远远看见我们，快步跑过来。妈！我喊了一声，我妈跑到跟前，一把抱住我，眼泪哗哗往下掉。你个傻孩子，可吓死妈了！你要是出点啥事，妈也不活了。我被她抱得喘不过气，心里却暖暖的。我哥在旁边酸溜溜地说：妈，你咋不抱我？我妈松开我，一巴掌拍在她后脑勺上。抱你，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乱捡女人回家，能有这些事？我哥捂着后脑勺，委屈巴巴地说：我咋知道那是狐仙啊？我爸也走过来了，站在旁边看着我们娘仨，嘿嘿傻笑。我看着他，忽然想起他踹我的那一脚，心里还有点小委屈。我爸大概看出来了，走过来拍拍我的肩膀。爸那天踹你是怕你乱跑出事，爸不是故意打你。我点点头。我知道。我爸咧嘴笑了。行了，回家，你妈炖了鸡，给你补补。我们一家人往村里走，我走在最后面，看着前面爸妈和我哥的背影，忽然觉得这样真好。虽然被骗了，虽然差点死了，但最后大家都好好的，都在一起。奶奶走在最前面，忽然回头看我。硕硕，想啥呢？我快走几步追上她。奶，我在想那枚铜钱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奶奶笑了，从口袋里掏出一枚生锈的铜钱递给我。我接过来，愣住了，这枚和之前那枚一模一样。这才是真的。奶奶说：你之前身上那枚是我让你妈放的假货，防刘七公的。我看着手里的铜钱，忽然想起什么。奶，那这枚铜钱到底有什么用？奶奶神秘地笑了笑。你猜？我猜不出来。奶奶把铜钱拿回去，小心地收进口袋里。这是你太奶奶留给我的，说是能保平安，我也没试过有没有用，反正带着安心。我愣了一下。所以它不能保命？奶奶咯咯笑起来。保命？那是骗刘七公的，你和你哥的命是天生的，谁也绑不走，谁也借不走。我和我哥对视一眼，都愣住了。所以刘七公被骗了20年。奶奶看着我们的表情，笑得更开心了。
行了行了，别想了，回家吃饭。我们继续往村里走，走到家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村外的山，阳光照在山林上，泛着金黄色的光。我好像看见山林深处有一道白色的影子一闪而过。我笑了笑，转身进了家门。院子里，我妈正在摆桌子，我爸在端菜，我哥在偷吃，被我妈追着打。奶奶坐在门口的藤椅上，晒着太阳，笑眯眯地看着这一切。我走过去，蹲在奶奶旁边。奶，你说白狐以后还会来吗？奶奶看了我一眼，摇摇头，不知道。我沉默了一会儿，又问：那他一个人在山里会不会孤单？奶奶笑了，拍拍我的手：傻孩子，他是狐仙，不是人。狐仙有狐仙的日子，人有人的日子，能和解已经是天大的缘分了。我点点头。奶奶忽然说：不过你要是想他了，可以去山里看看，他应该不会咬你。我愣了一下。我？为啥是我？奶奶神秘地笑了笑：因为你跳河的时候喊了一声哥，他记住了。我被他说的有点不好意思，低下头不说话。奶奶笑了一会儿，忽然正色道：硕硕，奶奶跟你说个事。我抬起头。哼，啥事？奶奶看着我，眼神里有一丝认真。以后不管谁跟你说啥，都别全信，哪怕是奶奶说的话，你也要自己琢磨琢磨。我愣住了。奶，你这是啥意思？奶奶笑了笑：奶奶年纪大了，说不定哪天就真的走了。奶奶不在的时候，你要学会自己分辨谁是好人，谁是坏人，别像这次一样，差点被人卖了，还帮人数钱。我心里一酸，握住奶奶的手：奶，你不会走的，要给我调理身体呢。奶奶愣了一下，然后哈哈大笑起来：行行行，奶奶给你调理，等你考上研，找了女朋友，奶奶亲自给你熬补汤。我妈在旁边听见了，瞪了奶奶一眼：妈，你别整天跟孩子说这些。奶奶笑得更开心了。阳光暖暖地照在院子里，饭菜的香味飘过来，我妈招呼我们吃饭。我扶着奶奶站起来往饭桌走去，我哥凑过来小声问我：弟，你真要去山里看那狐仙啊？我白了他一眼：关你啥事？我哥嘿嘿一笑：带我一个呗，我也想去看看。我愣了一下，看着他，他挠挠头，有点不好意思地说：其实那天我看见他的时候，他就挺好看的。我瞪大眼睛：你还想被他吸阳气？我哥赶紧摆手：不，我就是看看而已。奶奶在旁边听见了，回头说：行，下次你俩一起去，奶奶给你们画几张护身符，保你们不被吸。我哥高兴得直蹦：谢谢奶奶。我无奈地摇摇头。一家人围坐在饭桌旁，热热闹闹地吃着饭。我夹了一块鸡肉放进嘴里，忽然想起什么，问我妈：妈，咱家的狗呢？我爸不是说都死光了吗？我妈愣了一下，看向我爸。我爸咳了一声，低下头不说话。奶奶笑着说：你爸骗你的，狗都好好的，在你二叔家寄养着呢。那天怕狗叫惊了，白狐就都送走了。我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。吃完饭，我站起来，想去二叔家看看那些狗。走到门口的时候，我忽然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。奶奶坐在藤椅上，晒着太阳，眯着眼睛，像是在打盹。我妈在收拾碗筷，我爸在帮她。我哥蹲在墙角逗猫，阳光暖暖的，一切都那么好。我笑了笑，推开门走了出去。村口的石桥上，我停下来，看着桥下的河水，河水很清，能看见底下的石头。我想起那天晚上，我站在这里，然后跳了下去。那时候我以为自己在逃命，以为家人要害我，以为全世界都是坏人。现在想想真傻，可又觉得不傻，因为经历了这些，我才知道谁是真的对我好。我站在桥上，迎着风，深深地吸了一口气。忽然，我好像听见远处传来一声轻笑，像是从山林里飘来的。我抬头看去，山林静静的，什么也没有。我笑了笑，冲着山林的方向挥了挥手，然后转身往二叔家走去。身后风吹过树梢，沙沙作响，像是什么人在回应。